甄嬛传中妙蛙种子是死于没有实力吗？一叶高楼起，一叶高楼塌的妙蛙种子，到底是因为他轻狂过度，还是背后藏有推手？这期咱们就来唠唠妙蛙种子为何匆匆下线。第一点，妙蛙种子有勇无谋。如果说妙蛙种子没有实力，尧帝是不认可的。首先，除夕夜当晚，妙蛙种子只是看了场电影就背下了台词儿，这记忆力搁我身上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其次，妙蛙种子胆子大，敢去冒领甄嬛的福气。在深宫之中，对于底层的宫女太监来说，富贵都是险中求的，只有对自己足够的狠，敢于豁出一切，才有跨越阶级翻身做主人的可能。而妙蛙种子胆子够大，一句诗翻身做了主人。除此之外，妙蛙种子在御花园里冲撞了甄嬛，皇上正琢磨着要如何处罚他时，妙蛙种子知道这时候求皇上是没有用的，于是妙蛙种子看向了甄嬛。妹妹今日犯下滔天大错，不敢请求婉常在原谅，还请常在看在咱们一同服侍皇上的份上，求皇上饶了我吧。瞧瞧这随机应变的能力，不是人人都有的，可见妙蛙种子并不是没有实力的，他确实有勇，也确实无谋。妙蛙种子作为宫女，成为小主的第一人，他以为只要有恩宠便什么都有了，他并不知道深宫的规则，也不懂得谋略。第二点，妙蛙种子轻狂且看不清现状。原本妙蛙种子冒领甄嬛的福气已经迈出了一步，加上妙蛙种子又有昆曲这项技能为他添色，就算大胖局他是图新鲜，添个几天转头就丢弃了，但有小主这个身份在，起码不用再去倚梅园干捡梅花这种粗活了。这一路凑合一辈子也就这么下来了。可妙蛙种子他偏不，他就是要作，他得宠就盛气凌人，他失宠就满腔怨怼。从出场到结束，他的情绪一直都激烈燃烧着。对于妙蛙种子来说，富贵不还乡，如锦衣夜行。所以得宠的时候，妙蛙种子不但显摆，还轻狂。瞧着位分在自己之上的沈眉庄远远走来，妙蛙种子不仅不行礼，还让沈眉庄给他让道。贵人姐姐，妹妹刚从华妃娘娘处过来，要去向皇后请安，不知姐姐能否让我先过去？妙蛙种子为什么要故意刁难沈眉庄？大概是想从中抵消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卑。瞧瞧他那得意劲儿，仿佛在说：你沈眉庄家世显赫，出身再高又怎么样？我一个小小的宫女，还不是混得比你好？或许从沈眉庄不计较、愿意让路开始，妙蛙种子悟出了他自以为是生存的道理：谁得宠谁就了不起。于是看不清现状的妙蛙种子越发轻狂。要知道心常在，他可是打嘴炮从来不会输的人啊！因为一个纸灯笼就被妙蛙种子关进了慎刑司。女大营受宠，又有华妃撑腰，一向厉害。信姐姐本来心里就不痛快，结果两人拌起嘴来，女大营一怒之下，让人把信姐姐关进了慎刑司。妙蛙种子此举把纯儿吓哭了，把甄嬛看傻了。难道妙蛙种子不知道新常在是宫中老人，换新人入宫，再怎么着也得喊声新姐姐吧？怎么妙蛙种子不懂这理儿？其实他懂，他只不过是轻狂过头，恃宠而骄罢了。第三点，妙蛙种子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。如果说妙蛙种子最不该在御花园冲撞甄嬛，倒不如说他不该把怨气撒在小夏子身上。就因为小夏子不帮忙通传，妙蛙种子跪着唱曲儿，再次把恩宠唱回来之后，转头便把之前的怨气全都撒在了小夏子身上。想耍懒骨头了？你不是一向对皇上忠心耿耿的吗？这皇上要吃核桃仁儿，你手烂了又算什么？好家伙，你让人剥核桃就剥嘛，为什么非得让人徒手剥呀？要知道小夏子可是除了锦汐之外唯一一个被苏培盛捧在手心里的宝。苏培盛是谁？那可是铁打的苏妃，皇上都离不开的人。妙蛙种子这么做分明是自找死路。当初苏培盛把妙蛙种子送到皇上跟前，如今苏培盛就能把妙蛙种子拉下台。要不然妙蛙种子在冲撞甄嬛被罚之后，苏培盛明晃晃的提醒锦汐干嘛？意思得说明白呀，我笨嘴拙舌的。你要笨嘴拙舌，还有几个聪明的？话是得说明白，还得说的让皇上动心爱怜，是不是？多谢公公指点。哎呦，
正是因为苏培盛的提点，甄嬛才和皇上说出了除夕夜倚梅园的事儿。前边皇上还顾念着妙蛙种子的才情，一直把她当做倚梅园那名有才学的宫女，才会在妙蛙种子冲撞甄嬛之后从轻处罚。如今皇上知道那名才女是甄嬛了，自然对妙蛙种子这个人没有一点顾念了。苏培盛，奴才在。传旨下去，冷宫于是欺君罔上，毒害嫔妃，此自尽。难道真的是因为欺君吗？其实欺不欺君这件事还是得看皇上怎么想。难道甄嬛不欺君吗？她谎称自己是倚梅园的宫女，皇上计较了吗？很明显，妙蛙种子一次次犯错，皇上早就烦了。综上可见，正是因为妙蛙种子还没看到后宫的斗争有多残酷，就一飞冲天。他不明白，在宫里表面风平浪静，实则暗藏杀机。他有勇无谋，他轻狂，他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，最后落得个被小夏子活活勒死的下场。